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师傅。那这个呢，大家知道什么吗？就是一个220的插座。那这个220的插座呢，因为我家刚好有个插座坏掉，所以我来做一个更换。那当然呢，我想说呢，没有题材嘛，顺便可以来水一集影片啊，不是水一集，拍摄一集影片。那这个就是一个220的插座。那这个是一个 Panasonic 国际牌的一个220的插座。那220的插座，他们跟以前和现在的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就是翻过来。220伏特的插座，发现它是插进去的。它是插进去的，有没有看到？插进去的。那以前的呢，刚好有一个，我也不知道从哪里捡来，当然现在一定不会长这样了这个是万字形就2个 T 的当然现在这个其实不符合规定建议大家千万不要购买这一个但我要给大家看的当然是背面这一边背面这一边以前是锁螺丝的嘛，我们看到一个螺丝有没有看到锁出来的这个螺丝。那当然这个螺丝它还是会遇到一些问题，如果你没有锁紧或者电线拨不够长，会不会遇到一些危险那一定会所以呢，在日新月异科技的改良之下，就发展出这种插进去就好那怎么那这边有一个有没有对好焦？这边有一个有没有看到？这边可以拨的线的长度。那220的原理是什么？台湾的用电都是2条火线和1条中性线进来。那什么是火线？什么是中性线？火线就是有电的1102条110进来2条110供给我们，2条110供给这个插座做使用。那中性线是干嘛？我们也俗称水线。那它是0伏特的，跟我们这个火线搭配成110做使用110 2条搭配变成220。所以呢，220我们看一个火线从这边进去。进到给我们电器做使用，再绕回来，从这里出来，形成了一个回路那为什么要形成一个回路？很简单嘛，水龙头它是不是水要流动才可以流出来？那电也要流动，所以呢，所以电也要流动嘛，从这个家里这样子，然后从电器流回到电网，形成了所谓的电位差，形成一个回路给我们电器供电。那110也一样我这边有个110的插座这个有没有看到？短的是火线，长的是中性线。火线呢，从台电电网过来，进到我们的电器之后，回来到中性线，中性线是0伏特的它回来，然后呢，回到了我们电网。这样的情况下，它形成了一个回路那当然你说杨师傅，那我家插座呢为什么会烧起来？或者我家插座为什么会爆炸，会导致跳电呢？很简单，这个2个电线呢，火线和中性线，或者说火线和火线，它们在没有经过任何一个电器、任何一个负载的情况下，2个同心导电碰在一起就会爆炸。那为什么会爆炸呢？我说嘛，因为它是一个没有经过电器的一个回路如果你这个插座它经过了一个电器，里面有电阻，可以控制电流。那当2条火线或是2条中性线碰在一起之后呢，它没有办法它就没有电阻，它没有电阻的情况下呢，它电流没有办法控制，就瞬间超级无敌大，就会超级无敌烫，就会爆炸或是跳电掉电当然如果你是比较老的房子，那乌龙式开关都是30-40年的，有没有可能这个时候突然失灵，然后整个房子电线走火？这是有可能，所以千万不要让2个同心碰在一起。220可能还好，220没办法并联嘛，110的你可以并联并联出去给另一个电器为什么220不能并联？因为220它高功率嘛，你并联出去，它的这个它就会非常烫，它高功率它就非常烫，所以它就不让你并联出去。你要并联就是从后面自己去就用其他功法并联或者连接器。那这个插座110的呢，它是可以做跳线使用。这样跳出去，这样跳出去。我之前遇到一个非常天才的，我姐有一个朋友，去他家换插座，然后呢，突然间他家断电，他家突然跳电。为什么他家跳电呢？很妙，对不对？
照理说这个朋友要懂电嘛，不懂。看到这两个是卡码点，这两个是卡码点，两个都是连接点嘛。那道理来讲，这个火线出去，你就只能接另一条火线出去；中线出去，你就只能接另一条中线出去，或者水线出去。但是这个人呢，火线接进来，火线接进来，中线接进来，哦，他就跳电。当然，我还是有叫他装，就叫他走装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为什么还有两条？它当然没有分正负极，它不是直流电，它是交流电。那它这个交流电呢，进来之后，火线和中继线，或者说火线和火线进来，从中继线回到电网。那两条尾叶就火线进来，从另一条火线另一条火线连到电网，形成了一个回路，它就流动了嘛，它就有电。但是呢，千万不要让两条电线没有经过带任何一个负载、任何电器的情况下碰在一起，那一定100%会爆炸或者跳电。因为它电阻几乎为0的时候，电流就没有办法控制，就会非常大，非常高温。110可能还好，220那就更危险了。大家要记得。对，我要讲什么？只有接下来就要教大家如何更换这个220插座。因为我家没有110可以换嘛，220刚好裂掉。那怎么判断它要更换呢？220和110怎么判断它要更换？第一个就是它外围如果黄绒的，那建议做更换。第二个，它很松，你2个手指头这样插进去，轻轻的拔出来，它这样子呢，它就会导致可能接触不良也会产生热能，然后就可能烧掉，就会建议做更换。那第三个就是它外面欧黑了，就是你刚刚那个情况你没有更换的话，长久下去它整个这边就会臭一搭黑黑的，那建议也要做个更换，不是，前提就要做个更换了，不要等到它黑才更换，好不好？如果你真的没有发现黑色，那就做个更换。那呢，换个220插座呢，或者说换220插座，我们要准备什么？第一个，螺丝起子。那第二个，一只小一。这个比较旧啦，你们买可能比较新，这个不知道家里翻出来还是可以用。那这2只 OK 好。那当然呢，第三个呢，我们换插座，不管是110还是220，你一定要断电吧，一定要断电。那你一定要断电的时候呢，我就会建议大家准备一只3用电表。你问我师傅，你不是有类比式的指针的，为什么你不拿？我爽，就准备一个这个，然后切到这个交流电，不要切到直流电我之前看到一个很天才的人，把这个电表切到直流电烧掉，切到交流电，好不好？那当然，因为我这个电表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它不需要调，就交流和直流一起的，好，当然了我今天只是要换一个插座我家没有电表，那怎么办？那很简单，买一支验电笔，验电笔分很多款式，有感应型的，也有这个验电笔，就是分很多款式就对了。那这个验电笔呢，你看，它做所使用的就是给它插进这一个，这是110的，插进它火线的地方，因为它火线有电嘛，它中间没有电。通常火线是插短的，中间是插长的。翻过来看一下，有没有看到一个 W？ 拍得到吗？有，很微弱的一个 W， 有没有看到？对 ，W 就插中心线没有热做标志就火线W 或 N，W 或 N， 国际牌都 W 啦，国际都 W 好吗？那一些杂牌可能是 N 好吗？那这样子给它嘟了我现在是没有通电，不要问我说为什么没有，不要问我说为什么它没有灯因为我现在没有通电，我没有通电插进来，然后呢，看到这边，它这边都有一个金属的地方，就给它放进去，不要碰这里不要碰这里你会被电到碰这里，后面这是铜芯，它可能会闪橘灯它就是有电的状况没有闪就是没电如果是110老房子，我建议2个都试一下，要水电可能2公装错，对不对？有可能那如果你是买那种会哔哔叫验电笔一样，看看有没有哔哔叫我是买那种我现在比较常用就是数字显示的那种
哦，就要去看一下，你就要去看一下，说它有没有显示，哦，没有显示那就是没有电的一个情况下，反正也要准备就是，哦，如果你居家来讲，你要准备就3支，这是3支，哦 ，OK， 好，那我去做更换吧。啊，我换插座之前呢，我们要先来断电。那呢，如果你知道你插座是哪一个回路，那当然了，你又不是专业的，那我建议就是全部都关掉。哦，好，我们现在去换。哦，这个插座在换之前，我们要先做一个确认的动作，就是拿一个电表量一下啊。如果没有电表，可以拿那个验电笔来量量看哦。等下量出来有电就好玩，是希望不要。哦，没有啊，我这个没有，我不能看到，应该没有，没有，好不好？没有，对，没有。好 ，OK， 那接下来换这个插座。那呢，这个插座因为我现在是已经裂掉的状态了，它是已经裂掉的状态。如果你要拆的话，像我现在这样，我现在拿在手上，所以很好拆啊。如果你不是拿在手上，你要插在墙壁上的时候，你要拆的时候呢，就拿一个你的一字起子，小一，左边或右边，找我看不懂，或下面哦。啊，我这个是不用拆了，所以我现在就直接来拆掉这个呢，因为我的老房子，所以它是一字的螺丝啊。如果它是10字，就拿10字；是1字就拿1字，然后建议把它换成10字。好，这个我就把它拿出来这个螺丝是 OK， 它是3条线，所以这个老房子可能是有从这边并100移去其他的地方。理论上来讲，你电在法规来说不行，而且它并去其他地方的线呢，竟然还不是，对，这个是接地我靠，这接地等一下。竟然有接地的，没关系，可能是这一条啦。那没关系，我们先来换吧。那这个呢，它是直接压接上去，所以我就直接剪断，不需要那么复杂，就直接剪断就好。断掉。好，那这条应该就是火线。对，这条是火线，我确认好。那呢，你可以准备一个拨线钳，或者可以准备一个剪刀。剪刀就是跟这个拨线钳一样，轻轻压下去就好。但我不建议，如果你长期要换插座，还是建议拿拨线钳。这个就轻轻压下去。不对，我要先量一下，看一下这个插座呢。它要适配多长？我刚刚跟你讲上面有一个可以量，你就自己量。我现在在很高的地方，不方便给你们看，那就直接给它装进去。这个是胶合垫，我刚刚说过，所以插哪里都没有关系。然后你插进去之后呢，拔一拔，看拔出来。拔不出来，代表你装成功了。好，这样我这个就装成功了。这条电线一样，比照办比照办，我一样量一下，量完，然后给它插进来，
插紧了，好，插紧，好 ，OK， 那就好。那我现在处理这条基地线，基地线完全插不进去，这个是5.5的啊，干，怎么办？等下等我一下，这个情况就需要并接一条插座出来。哎呀，这怎么插进去啊？好，那我刚刚也干了2个螺丝，那我这一个应该是可以，可以，不要管那么多了，可以，这把可以了，好。OK， 那我们回来。哇，好累，这样，现在拨线，哦，拨线。这个，如果你遇到这种状况呢，我也无奈，不知道该怎么跟你们讲哈。OK， 好，一下拨线，给它插进去。OK， 好，我解决。OK， 这样子就完成了哦。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把螺丝锁回去啊，锁回去的时候呢，再把它拆下来嘛，哦。然后呢，如果你家呢是那种铁的那种螺丝孔，你锁的时候就要注意后面不要有电线，后面不要有电线。那给它压一下，如果压不进去，就稍微给它折一下，电线稍微给它折一下，然后拆进去。拆完之后呢，因为刚刚干了2个螺丝过来，所以我就直接锁螺丝进去就好，这样子。那呢，螺丝的时候我刚才讲了，注意一下后面呢，不要有那个电线哦。如果你是铁盒子的话，对不到靠背，因为这个角度真的是完全看不到，要体谅一下我这个老人啊。OK， 大家好，现在换完了哦，超难换，天啊，那螺丝超难锁，老房就遇到。接下来就是呢，不要迎接成圣的一刻啊！好，这样子这颗就完成。那我们去量一下电压，等下我去开个电。OK， 好，现在开电了。那我们来量量看它的电压正不正确啊！天哪，累死了！光螺丝就搞了我好久好久，天哪 ！OK， 来量量看，你看到220、230几，哦，不知道有没有看到？来这样，在侧面测试一个东西，有没有？对，第110 ，OK， 好。就这样，谢谢大家，谢谢，好。